启禀小凤君，缘起神君来咱梧桐岛了，此刻正拜见凤凰陛下呢。神君肯定是来商量婚礼事宜的，这刚下了聘书就眼巴巴的赶来，这缘起神君未免也太着急了。神君如此英俊尊贵，又对咱小凤君这般上心，这仙界的其他女仙君们此刻估计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呢。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如此凉薄之人，我凤影看都不会看一眼。凉薄，他是混沌之神，理应要对三界一视同仁，哪还有多余的情感施舍给我？就算是爱我，那跟爱路边的阿猫阿狗有何区别？什么？你要退婚？姑姑，我跟凤影连一次正式的会面都不曾有过，更别提什么爱慕之心了。更何况我也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你自小就是个重情重义的孩子，以师门血海深仇为重，我能理解。不过，咱们一码归一码，你退了我梧桐岛的亲事，这可是给我未来凤凰一个好大的杀威棒。日后这件事必沦为众仙嘲笑他的把柄。你若不拿出点诚意来，我这个做师尊的可是不会轻易放过你啊。但凭姑姑处置，缘起莫敢不从。这样吧，退婚之事由我梧桐岛来宣布，这样不会太落了凤影的面子。另外，你需屈尊降贵，在凤影身边做1个月的贴身小厮，让她消消气儿。如若这2点你都能做到，退婚的事儿我便答应你。好，就按姑姑说的办。绝对不嫁。凤影竟是这么说的。是，小凤君原话如此。如此，行吧，就按我吩咐的去安排。是。师尊如此爽快就答应了，那位神君如何说？要是让小凤君知道被一个自己瞧不起的薄情郎先开口退婚了，那多没面子啊！那缘起神君别提多懊悔了，正死乞白赖的求陛下呢。后来释天族里的长老提起华书帝君与阿依女君的往事，觉得面子上无光，这才不情不愿的总算答应了退婚。他的反应正如你所说那般，就是这样的。神君，凤渊陛下吩咐过，需将你与其他弟子一同侍之，不能有特别待遇。可是其他职位都已经有人了，就劳烦神君负责打扫庭院吧。一切都听风欢长老安排便是。等等，这些花怎么换了？我之前订的不是金凤、龙船与凤尾云冠吗？这些惨惨淡淡的品种，怎么配得上我们小凤君的威仪？无妨的，凤环。之前那些姹紫嫣红的，我也早就看腻了。如今这些清雅，我倒也喜欢，留下吧。我先回房了。凤宁，
这次的花是谁负责买的？缘起神君让买的。神君，我想了想，这庭院的活对您来说还是不大合适。正好，最近膳房比较空闲，不如您就去膳房吧。也罢，一切听凤欢长老安排便是。神君，我家小凤君啊，不爱仙界的八珍玉食，反倒喜欢人间的粗茶淡饭、寻常点心。我这浑身的厨艺使不得，反倒得天天研究人间菜谱。嗨，殿下，这是新做的糕点。这糕点哪来的？厨子做的。厨子。嗯。小凤君，你为何会做人间美食？啊，回禀小凤君，是一个新来的杂役教的我。哦，在里面。小凤君，神君的爱好倒是别致。小凤君认得我？千年前涅槃之日，被搅得仙缘尽散，任谁也不能忘吧。千年前确实是我莽撞，缘起在此，诚心致歉。神君这个礼，我受着了。多谢。青池宫事务繁忙，神君早回。小凤君，我答应了风渊姑姑，在梧桐岛给你做1个月的杂役，来弥补我青池宫无故退婚之过。无故退婚？神君做的这些点心，实在是不合我的胃口。还有你修理的花园，让人越看越不顺眼。为何神君的错要让我来受呢？这些事情我会反省，努力做到更好。不必了，回你的青池宫。但我已经答应风渊姑姑了，应该说到做到吧。果然是神君，只顾自己仁义二字，全然不顾他人感受。还是如此。行，你待在这儿，莫要出现在我的面前，眼不见为净。哇，小凤君骂人好狠啊！这味道挺好的呀，厨房也收拾得挺整齐的。小凤君要求太高了，是我害得他千年前仙缘散尽，他不待见我，情有可原。喂，做给小凤君的，你吃的倒挺快。他不是嫌弃你吗？嘿。
拜天地。按资历，他本该还差点，但天宫念在他与蓝风帝君的关系上，多少有补偿之心。蓝风帝君千年前惨死，华叔认定是妖族和仙族一小仙兽勾结做下此案，但缘起神君言定是魔族作祟，孔雀一族尚有复仇之心，但有神君立下的仙妖休战誓言在前，仙界也就难给予支持。你虽重罪，但不过是只不足轻重的水灵兽，我来行刑便够了。萧凤君，可是身体哪里不适？无妨，只是没睡好罢了。看来我没法去见这个戴天帝了。烦请你帮我去，不为难吧？小凤君不必操心，赶紧好好休息，养好身子才是正经事。哦，对了，他也是不容易。待人客气些，辈分厚礼。是。本尊亲自登门恭贺小凤君涅槃重生，却连面都见不上。凤凰长老这就要拿东西打发我。华叔殿下亲临我梧桐岛，我等自然不敢怠慢。只是我们小凤君现在不便会见外客，请您见谅。这份礼物也是小凤君亲自挑选，以示歉意的。可不是，凤影这丫头降生着实是不易，别说他们，我都得护着。华叔啊，你要多多见谅。陛下，不必多礼。华叔，以后天宫的事还要多多依仗你，你有什么事就尽管开口，莫要客气。都是华叔应该做的。不过还真有一事，听闻缘起神君尚在梧桐岛，不知华叔可否见上一面？下个月便是神君寿宴，我有诸多事宜想要亲自跟他核对。缘起啊，现在应该在后花园摆弄仙草呢吧？神君？神君怎么在做这些杂物啊？神君身份尊贵，凤族竟叫神君做这些，未免是仗着神君性子温厚谦和，蹬鼻子上脸了。我自幼由凤元姑姑看着长大，儿时就经常来这梧桐岛玩耍，不知弄坏了多少仙草，现在就算照亮他们也难以补偿。华叔殿下不用大惊小怪了。是华叔失礼了。还有事吗？神君寿辰将近，1200年天地一轮回，这是大寿。天宫诸位仙君的意思也是当为神君筹办寿宴，邀众仙齐贺，所以没必要吧？我知神君不喜这些，但这次寿宴有必须要办的理由。仙妖两界最近在边界摩擦不断，妖族大有违背休战盟约、卷土重来之势。神君寿宴正可齐聚众仙，震慑一番。毕竟两族和平也是神君所愿啊。这里没怎么变，当初第一次来梧桐岛是为小凤君降世吧？我也是那时在岛上初遇神君的。是啊，多亏华叔帝君当时出手相助了。早说了，举手之劳，神君无需挂怀。那寿宴之事，我便着手安排，发下请帖了。再说吧。这要是放在以前呀，
有人这样步步揣摩你的心思，你必怼他个无地自容。姑姑，我不是偷听啊，我是听说那个叫阿英的水灵兽，当年在华叔手上可吃了不少苦。我想着你定容不得他，所以赶过来瞧瞧。没想到，他以恩情这样步步紧逼你，你居然没恼，这真是变了不少啊。要说到底，最没有资格怪罪别人的人还是我。倘若真要计较，也应当是阿英自己来，连同我那一份，把亏欠通通都偿还了。你这是钻牛角尖儿，你真要把自己困在自责自哭里千年万年啊！罢了，你既然心意已决，我也就不勉强了。本来还想就着留你在此做杂役之际，撮合一下你跟凤隐那个丫头呢。这怎可能？姑姑说笑了。我是稀罕你这个真神之体。凤隐那个丫头千年历劫回来，没有经过雷劫就成了半神。这后面不知道有多大的劫难在等着她。我明白姑姑的意思。若逢那时，我还尚有余力的话，定会全力相助。你这话怎么说的古里古怪、暮气沉沉的？我刚除完杂草，身上有些污垢，就不弄脏姑姑了。我先收拾一下。这孩子怎么也变成这样了？可以了，不要被人发现。知道这里人多眼杂，还不尽快回青石宫，非要留在这里耗费心神。刚才险些被风渊殿下碰到，他可是半神巅峰，一碰你，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姑姑知道也无妨，我只是不想让她担心罢了。你先回去吧。凌风，他怎么窜进来的？凤仪每日这时都会在古树下吐纳修炼，莫要扰了他。抱歉，在下信步游走，一路赏景，竟误入此地，打扰女君修炼，是在下失礼了，还请女君原谅则个。女君的容姿，真是顾盼宜光彩，荣华耀朝日。怎么之前从未见过女君？要不然在下定是过目不忘的。女君该不会是梧桐岛新生小凤君凤隐殿下吧？哼，在下听说凤隐殿下出世从未见过外客，没想到却与在下在此情此景相见，不得不说，这是你我的缘分呢。恬不知耻！您说什么？雷火符，快给我解开！哎，这个针不能！凤隐怎么会用我的雷火符？又怂又弱，是谁给你的胆子到我跟前来装偶遇的？
此处是梧桐岛祖树所在，不迎外客。说，谁让你进来的？殿下息怒，在下并无恶意，只是对殿下心生仰慕，才让凤鸣行了个方便，想与仰慕我？你都不曾认识我，何来仰慕？你怕不是觉得装模作样说几句恭维我的话，我便会对你好奇心生欢喜？千年不变，好大一张脸。千年前我降世之际，也是在这梧桐岛上，你得陇望蜀，轻蔑真神的高谈阔论，我如今还记忆深刻。当时我便教训了你一顿，望你长点记性。可这千年后，你给你爹到处丢脸的倒霉德行倒是一点都没变。是你？当初替古剑出头的人不是华叔，是你。知道就好，还不赶紧滚蛋！还有客人。那是在梧桐岛，助我解围的人是你。你在降世之前就可以化形吗？我还以为……沈君不用对我说，这些对我来说不重要。千年前也是看着林峰恃强凌弱，无论是谁，我便都会出手相救。此等小事，倒不必一直挂在嘴边。倒是神君你，打完杂就应该回到你的青池宫，我们都清静。主人，看来这小凤君可真的是不喜欢你。我到今日才知道，原来当年助我解围的人根本不是华叔，而是凤影。华叔竟在此事上骗了我千年。于凤影，我连救命恩人都能认错，他自然会厌恶我。只是方才他用的那雷火符，雷火符有什么问题吗？不是跟你画的是一样的吗？就因为跟我画的是一样的，那是我千年前为了省事独创出来的，我只教过阿影。小殿下回来了。林峰的事是我办的不好，惹你不痛快了，我给你赔个不是。不过，你也实在没必要动手啊！现在传出去，伤的是我们梧桐岛的颜面。看来凤族长这是来找我兴师问罪的。小殿下出身高贵，自是不羁。我也知道，你向来都是按照自己怎么喜欢怎么来。但是，我是凤族的族长，我必须考虑到所有与凤族相关的大小事宜。在仙界与众仙门往来，本来就不是一件单凭好恶的简单事啊！你究竟想说什么？这不是小殿下与元启神君婚事未成，现在他们尽是拉着我许你的婚事。现如今一流仙门登门求亲，小殿下是不是也应该多见一见？更何况仙门之间本来就是以联姻来维系门族荣耀的，这个时候你更该为我们凤族多考虑考虑。你擅自拿我跟青池宫联姻不成，如今又着急给我找下家，这么想把我嫁出去？我这不还是为了咱们别说是为了凤族，我们凤族的荣耀，靠我们族人自身强大就足够了，不需要这些弯弯绕绕法子。凤族长，我凤影的婚事，不是你盘结屈服仙门的工具。无论是一流、二流或是末流，我喜欢，愿意选谁，没有人能管得着。成婚之事我没有兴趣，不过你有兴趣的话，你去。
许久不见，你这丫头的脾气越发烈性啊！是你，你认识我？你身体里有他的一部分。胡贵前辈，我想悄悄来梧桐岛看看我的祖树大兄弟吧，怎么就碰上你跟凌风、袁启他们打架？他们给了些厚爱，我一时承受不住，自然只能婉拒了。这么多年不见，你这牙尖嘴利的样子，还跟当初一模一样。想当初你跟袁启那小子，凤仪，胡贵前辈，方才雷火符的画法，无归前辈，您怎么会？沈君，方才要说的话，凤影说得很是清楚，速速离去。前辈，好不容易来一趟梧桐岛，好好叙叙旧，请。这小凤君又是何时识得无归前辈的？你重归我高兴得很。当年你和小神君去静幽谷说服了我，把凤隐的仙缘交还了，凤翅的愿望也终于达成了。如今你作为第2位凤凰重归，这也意味着火凤一死才能一生的宿命，是真的已经终结了。所以，阿英去金幽谷之时，前辈已知道我有一分仙缘就在水泥兽身体之中。当然了，好歹我也用树心育养过你的一分仙缘，自然熟悉你的仙缘气息了。但我不可道破，否则小神君应劫换来的生机将不复存在了。没想到阿英竟是他和大泽山的劫难。所以你不肯与小神君相认？有何好相认的？阿英是阿英，凤隐是凤隐。可你明明记得阿英的一切啊！再者，体内的那一分仙缘，本就是主仙格性情的。你就是阿英，无论经历了多少人生，你也还是。已是太久，忘记了。当时情根深重，怎么能说忘就忘呢？不想承认，所以才想叫他避开你远远的。前辈，何来情根深重？神君不也是说断就断，说忘就忘？如今我堂堂的凤凰，心性能比他差？在这世上，谁做情深，谁又负了谁，我半分关系也不想沾上。随你怎么说吧，我也该走了。凤翅向往的九州八荒各处奇景珍处，我要替他去瞧一瞧。希望下次回来的时候，你是真的放下了。今日这甜汤有些过于甜了。之前都是陛下领来的那位侍从所做，他走了，我们还一时摸不准殿下喜好。我去膳房再重做一份，这样也能喝。是。对了，今日可能要晚些就寝了，还有很多的仙门文书没看，帮我换成醒神香吧。小殿下喜欢的香，也是那走了的侍从所添所配，我们怕配不好。找到可以帮你延续性命之法，加油！
如果你看到流星的时候许愿，你的愿望都会成真。那我就希望明日我们在赌坊能够拿到彩头，拿到族徽。阿宇，记载上面说了，这悬壶之水可以孕育你的灵力，你很快就能被孕育出来。从今日起，不要再插手仙瑶两族的争端，在青池宫好好待着。圣君，我求你！惩处已定，不容再议。不要！小气鬼，你是何方的小仙？我是这的主人啊。主人？嗯。姐姐，你要吃冰果子吗？姐姐，你手受伤了。护法，此处为何？你是水凝兽。元启哥哥，阿宇，元启哥哥。发生了何事？凤凰，来我宁云山有何事？他是阿宇，他就是那个水凝兽。7年前宁云山被毁，玄壶早已不在，为何一只水凝兽蛋可以化形成人？凤凰，你初来仙界为何会认识阿宇？不认识，只是好奇。此处为何会有妖气？看样子，并不是第一次了吧？的确，不过不是妖，是仙伪装成妖，所以还是会留下很多痕迹。果然，仙气留下的痕迹。被妖毒干扰，无法辨别来自哪个仙门。我记得浮尘有放大法力的追踪器，我可以去找他，让他查个清楚。浮尘剑，没错。凤凰为何对司兵殿的兵器也会如此了解？此前我闲来无事的时候，典籍自然是读过一些。我跟这只水凝兽很有缘分，你可愿去我梧桐岛玩玩？好啊，我也很喜欢姐姐。元启哥哥，你就让我去吧，姐姐刚刚还救了我，好不好嘛？好不好？
这样真的很奇怪。堂堂一介神君偷摸跟踪还窥视，你说他上了天宫之后，直奔司兵殿，一点弯路都没走，太熟悉了。宝葫芦，拂尘呢？神君为何也偷偷跟来了？因为我想求证，我想知道，为何小凤君会对这天宫的一切如此了解。神君以为如何？好像自从我用了你独创的雷火符后，你对我就多了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想不到除了他之外，还会有谁那样画雷火符，会对一只水凝兽如此关心，对司兵殿的武器如此了解。你口中的他，莫不是传闻中让神君惦念千年的水凝兽？所以神君是用我来惦记故人吗？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对我来说很冒犯吗？那我就再与神君说一次，偶像师之前就在仙界到处逛，对哪里都熟悉，这不足为怪吧？我并没有兴趣来做神君回忆过去、表演情深的工具。提醒你，既然那水凝兽已经生死道消，无论你是愧疚也好，又或是后悔吧，对于他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不如就此收手，不要再执着。没想到这小凤君骂起人来还挺合老夫胃口的。既然符合你胃口，浮生仙君，可否帮我一个忙？你个小丫头片子，还挺会顺水推舟的。哼，想都没想。老夫为什么要帮你们？老夫此生只信一个人，也只服一个人，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水凝兽阿音。可惜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哼，他可是被你们这位神君大人亲手斩灭。浮尘仙君，此事与他无关，是我要找你帮忙。若你愿意帮我的话，任何条件随你提。见面礼可还喜欢？好久啊！梧桐岛出手，果然不凡。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哎，不行不行，你也不成。为何我也不成啊？我可听说了啊，你们两个已经有了婚约了。我要是帮你啊，我都觉得晦气。浮尘仙君，你这消息可不灵通啊！我与他没有关系，他的婚约我拒掉了。确实如此。干得漂亮啊！你这小火凤都挺有意思的嘛。不过这样的话就让老夫很为难呢。这样吧，我给你个机会，你跟我打一架，要是你能赢，随你意。如果我赢了你，让你认我做主，也行。你要是赢了我，认你做主也无妨。关键是，你也得能赢啊！
我赢了，愿赌服输。我输了，你太强了，我打不过你。愿赌服输，以后小凤君就是我的主人，任君驱使。是我凤族的五彩金丝，可五彩金丝一直由凤鸣在保管。凤鸣，此前他也说过，有人想对镇魂塔下手毁我肉身，可镇魂塔也在他的手中。若是如此，当真是有趣。据我所知，凡是凤族具有上君资质者，皆可驱动此法器。究竟是不是凤鸣，或许还得等浮城追踪之后才能有结果。此前袭击阿宇的人被我打伤了手臂，只要浮城可以追踪到此人，一查便知。大胆凤鸣，为了提升实力，竟然暗自炼化妖丹，修炼禁忌之术。你真的是太令我失望了。陛下恕罪，凤鸣知错了。这些年邪妖摩擦不断，所以我才抓了那些妖族的人。是我一时糊涂了，我再也不敢了。荒谬！妖族挑衅，应该按照仙妖两界明规处置，而你私自行刑，如今还在此强词夺理。小殿下，你自出生就高高在上，资质不凡，又岂能懂我们这些平庸之辈的修仙之苦呢？是，我炼化了那些妖，但我只是想变得更强，可以保护仙族，保卫凤族的大家呀！你在霓云山释放妖毒，暗中猎取水泥兽阿宇的灵丹，这就是你口中的保护仙族，保护大家。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没有，小殿下，这是要把什么错事都栽到我身上吗？仙族都知道，霓云山早就是一片荒山焦土了。什么水泥兽？我为什么要猎取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呢？小殿下不可污蔑我至此。有没有污蔑，一夜便知。果然，元神剑留下的伤痕在此，你还敢狡辩？这千年来我青池宫的没有几人，知道我青池宫蕴养着仙界唯一一只水灵兽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而你却是其中之一。神君大人，果然是道高一丈。可笑，这么多年，不论我想怎么去争，最终还是输给了你，输给了你们这些天生的皇者，天生的仙族。凤鸣啊，渴望力量本没有错，但唯有光明正大，才得正。你处处为自己狡辩，无丝毫悔意。今日不言仇，难诉我凤族律规。
更难保仙界安宁。凤鸣如今已被剔除上君之列，押入天牢，但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他或许与1000年前之事有所牵连，但现在怎么问，他都不愿开口了。此前的事情，神君不必向我提及。对了，我将把阿宇收作义妹之时，昭告3界，梧桐岛会永远庇佑他。阿宇也说，想要留在梧桐岛，此事并未与神君说，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与阿宇的私事，没必要告诉神君。阿宇对你似乎有天然的亲近感，若是你愿意像亲人一样庇护他，是好事。自然会的，神君不必操心了。哥哥姐姐，小凤君，那便就不送了。阿宇，姐姐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好啊。哎，果子不要了。什么果子？没良心。冰果子，超级好吃。走吧，都下逐客令了。这么干脆？你这是哪校对着小凤君的猜测了？长老们说，你把这些年凤鸣经手的文卷全部都要来了，怎么，觉得他有问题？也没有，就是整理一下族中的事务。这一开始，不肯接下凤凰身份的人是你，一做起事儿来，比谁都较真儿的人还是你。接着。师尊，此前一日，刚才就是你的继任仪式。从今日起，你便是凤凰了。师尊，别闹了，什么继任仪式？又废话，你游历也已经游历过了，人生8苦，你1000年来历劫，怕是不知品味过1000次100次吧？公平竞争之下，没有人是你的对手。你不担任凤凰之位，你想让谁继承啊？凤仪，你该看到，天宫不是你希望以公平公正的是非准则做事。我也知道，你不喜欢仙界以地位等级倾压弱者的模样。远离这一切是可以亲近，可弱者无力自保者，他们只能沦陷其中。以你的性子，你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与其处处仗义出手相救，不如参与其中，因为你有能力亲自去改变这一切。师尊所言极是。凤凰之位，我接受。
凤凰。臭小子，把我球玩坏了，看我怎么收拾你！这步棋已经僵在这里很久了，你赢不了了，时机未到罢了。你吞噬同类，不配做我们的王！聒噪！魔神，见过魔神。你倒是没让我失望，这么短的时间就把仙元修补好了。多亏神尊赐我魔功，再加上体内的一丝真魔之气相助，这才恢复得这么快。青林虽然不堪大用，但他将真魔之气渡给你，让你能找上我，还算是有点小聪明。属下一定比青林更尽心尽力，为神尊办好差事。很好，我交代你的事，可有眉目？还没有，但请神尊放心，属下一定竭尽所能办好此事。华墨，你可别让我在这儿等太久。属下找到了当年调换护灵剑的仙士严寺的兄长。据他说，当年事发之前，严寺没有任何修魔的迹象，只是在护灵剑开始铸造以后，严寺就突然收到了很多珍贵的灵丹仙草。看来当年这严寺果然是被人收买。事情败露之后，又被伪造成了修魔的假象，被推出去顶了罪。如今这幕后之人，倒是全身而退。若仙界中当真还藏着这么个与魔勾结之人，那岂不危险？当年最后抓到这严寺之人，就是凤鸣。凤鸣，这是怎么回事？方才我巡逻至此，便看到此人在这里修魔。我上前与其交手，不料他扔出很多会爆炸的粉末。严寺送护灵剑入天宫之时，他也参与其中。凤鸣的职责是把守迷窟门外，并无权限进去，所以只能在门外等候二位。只怕此事，我去与他拼了。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凤凰也来质询凤鸣吗？那么巧。可问出什么结果？凤鸣说了，他并没有碰过护灵剑，也没有进过迷窟，没有活捉严寺，只是一时失手。不过桩桩件件哪有这么简单？此事还有的查。的确。
不过我还有一事想不明白。凤凰明明刚回归，为何会了解那么多细枝末节的事情？我想这应该是卷宗里看不到的吧。本皇的事情，不需向神君交代吧？凤鸣本就是我梧桐岛的人，想要弄清当年的真相，有何问题？不过神君放心，与那只水凝兽无关。你与那只水凝兽的事情，我在宗卷上了解过了。那水凝兽能成为神君的师妹，已是应该感恩戴德，竟还想得到神君的真爱，倒是不自量力，万分可笑。凤凰，1000年前害你仙缘散尽的人是我，落了梧桐岛面子的人也是我。你若有怨气，对着我来便好。就算你跟阿英没有关系，你也不该这般奚落她。没想到神君竟如此维护着阿英啊！既这般维护，当年做什么去了？如今这般生气，又是演给谁看？原以为阿英付出了性命能换来仙妖和平，那便也算是值了。愿这一切竟是白费。潜在仙界的魔族内应至今还未救出，大泽山那2位师兄，还有一门同袍，怎能白白丧命？究竟是谁害了大泽山？凤鸣到底参与了什么？这么多的真相尚未解开，我如何抛开阿英的身份，只当自己是凤影活着？你是阿英？好久不见。你果真是阿英！我就知道嘛，我们的小阿姨不会死的，怎么会死呢？哎呀，小阿姨没有死，我们的小阿姨还活着，还活着！你是凤凰？那我之前被你骗到了，害得我当时认主人的时候，我对小阿英心生愧疚呢。你也太不够意思了！你回来也不跟我说，分明就不拿我当朋友啊！并不是不把你当朋友，而是没有想好，要不要用阿英这个身份面对故人，面对曾经的一切。那你现在想好了？想好了。就在刚才，我原本以为一只水泥兽死了便就死了，须臾一世。不过阿英用死换来的一切，终究没有如愿。三界也没有因此变得安宁。我不甘心，我不想让他就这么死去。既然如此，我便就没有真正的放下，便也不能只做凤仪。我要去把阿英没有完成的事情全部做完。梧桐岛真是荒唐，让一个才降生的小凤凰来继承皇位。帝君苦心修炼数千年，事事努力，甚至还加上了蓝凤帝君的性命，才勉强得到这代天帝的位置。而他不过躺在那睡了1000年而已，凭什么一醒来就能登上皇位？帝君息怒，他不过是区区凤族之皇而已，如何能与您如今的地位相比呢？我绝不允许这样一个毫无功绩与根基的小丫头压到我头上。我交代你的事都办好了。帝君放心，都已安排妥当。
在座各位都是我的心腹之臣，今日叫你们来，是有一件要事。三界皆知，缘起神君从前就对华书帝君倾慕有加，顾念蓝风帝君，才为与华书帝君缔结良缘，实在可惜。不如我等就借此次神君寿宴群仙毕至之际，促成了此段姻缘，如何？倘若因此良缘天降祥瑞，所有人亲眼看到帝君与缘起神君的红鸾星相会，天河中星光点亮，孔雀图腾，鲛人歌唱帝君为神后，福泽众生的预言，想必三界中所有人都将极力支持这桩婚事。缘起寿宴，对，此次乃缘起神君1200岁寿辰，如今孔雀族的华书公主代掌天宫，他就决意要为缘起神君大办寿宴，以表仙界对缘起神君的尊敬。各仙门洞府都已收到了邀请。华书操办的，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宴席罢了，随意打发一个人去吧。我去一趟幽冥界。是。幽冥界？你该不会认为放影就是阿音吧？你疯了！这一个是火凤凰，一个是水凝兽。姐姐去了幽冥界。没想到啊，这幽冥界跟想象中还挺不一样的。幻念如梦，风起尘埃，思念尘埃。笔墨浓淡，往事成漠然。却已碰过往情灯幽暗。看三位风尘仆仆的模样，想必是初来幽冥界。你们修岩楼的令牌如何卖的？开个价。我们要最快见到幽冥王的那种。啊，开个价，他很有钱的。客官看着眼生啊，想必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吧？此处名唤修岩楼，需要足够的灵物才能换取面见幽冥王的令牌。规矩倒是一点没变。不知这些灵珠可否够与修岩楼主讨上一杯茶喝？我怎么觉得这个人的仙缘好熟悉啊？原来是梧桐岛的凤凰，在下有失远迎。当年我的仙缘寄予幽冥界梧桐树多年，你我也算是老相识。就人见幽冥王，可否便宜些？
华叔见过缘起神君，前几日我去青池宫，神君都不在，方才又去，长雀大人说您来了幽冥界，所以我是。几位上尊前几日小婿都到许久未见神君了，所以便托我来请神君到天宫一聚。那你带几句话给他们。本君喜静，不爱出青池宫。你们以后每年的觐见可以免了，正事那么繁重，叙旧也可以免了。神君，退下。神君，我与仙界诸尊皆感念神君当年仙妖大战庇佑仙界之恩，神君何必如此不近人情？华叔畏威，请不动神君也便罢，可难道整个天宫相邀，神君也恍若未闻吗？我就是为了庇护仙界，亲手将阿英杀死在罗刹梯。这样的恩情，你们天宫不满意吗？说到底，神君还陷在对那个水凝兽的执念里。当年他勾结魔族害死蓝风这件事情，到现在都还没有查清楚。神君不为蓝风做主也便罢了，但那个水凝兽他死有余辜，神君不该对他够了！阿英的死与蓝风的死有何关系？当日仙界是否理亏，虽然你缄口不言，但心里比谁都清楚。你若再敢诋毁阿英，我想代天地之职可以交给更能明辨是非之人。神君息怒，是我刚刚想到了蓝风，所以情绪一时激动，冲撞了神君，还请神君恕罪。本君千年前在梧桐岛，曾问过你一个问题，方才替我解围的，可是殿下？你当时的回答是：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那是华叔与神君相识伊始的缘分。好一个相识伊始的缘分。那我想问你，当日除了林峰之外，还有谁？这件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当时天色昏暗。当时尚未日落，何来天色昏暗？是你不记得了，还是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你？我若不是我在梧桐岛知道当时是被凤仪相救，我一直以为那人是你。我没发现我竟已被你骗了长千年。你满口谎言，让我以为我自己亏欠了你很多，不顾众人的反对，把护山神器借给你。而你呢，你却把遮天伞融为了你自己的法器。遮天伞乃我大泽山护山神器。若是当时能有他护他一二，当年华叔一心想借百鸟岛的威情，才会欺骗你，都是华叔错了。还请神君看在当年华叔借出百鸟岛圣物灵羽雀关和蓝风的玄之神物的份上。若非如此，就凭你那道施加在阿英身上的万一圣火，我会让你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出于蓝风的情念。你好自为之，滚！敖哥，你竟敢对本尊动手！仙族未经通报，你撕裂我幽冥界结界而入，还敢这么招摇，你太没规矩了。算了，你滚吧！再有下次你是代天帝，我也毫不留情。